浩国，陈帝5年3月初9，皇都朱雀街上，一队送亲队伍张扬过街，锣鼓震天，鞭炮开道。好难受。骆雪欣挣扎着，一点点睁开沉重的眼皮，入眼凤光霞帔，古色古香，鲜艳喜庆的红。她穿着古时候新嫁娘的衣服，双手被红绸捆绑，勒紧破皮，留下刺目淤青。什么情况？骆雪欣动了动手指，浑身酸软无力，动弹不得。身为华夏最年轻妖孽的小医仙，骆雪欣立刻做出判断，她被下药泄了筋骨力气，还毒哑了嗓子，难怪喉咙疼得要命，半点声音发不出。骆雪欣皱紧眉头，她清楚记得他死了。现在这副状态又是什么情况？借尸还魂？喜轿突然晃了晃，外面敲锣打鼓，鞭炮和议论的动静全部消失。妇人谄媚哆嗦，惊恐的嗓子喊道：小将军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摄政王有令，不办婚礼，不宴客，新娘子要么从后门抬进去，要么滚回丞相府。少年人张扬桀骜的声音，字字句句都是讥讽鄙夷。小将军，轿子里的可是丞相府大小姐，未来的王妃，怎么能走后门？利剑出鞘，嗡鸣轻颤，吓得不少人惊呼吸气。本将军不说第2遍。小将军饶命，走，快走，去后门。送亲的队伍连滚带爬，仓皇绕路，从后门抬进摄政王府。骆雪欣浑身无力，喜轿左摇右晃，他跟着从左边撞到右边，忍不住心底骂了声：赵嬷嬷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过了今晚，他就是死人，怕什么？先前谄媚惊恐的嗓子，这会儿变了个人，又恶毒又不屑。什么小将军，不过是摄政王的一条狗，威风什么？贱丫头，别傻愣着，去倒茶。盖头下的一双眼睛冰冷沉静，竖起耳朵听2个人说话。过了今夜，明儿早给他收尸，咱们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回了丞相府，那可是一辈子都用不完的赏赐。赵嬷嬷，摄政王真的会杀他吗？摄政王府昨年进了3个美妾，一个当晚被砍掉脑袋，一个惹怒摄政王，丢湖里给食人鱼吃的只剩下骨头渣了。赵嬷嬷打了个冷战。第3个呀，头次侍寝被摄政王刺了30多箭，血流成河，惨不忍睹。突然屋外传来仓皇脚步，语气极度惊恐害怕。快把人扶起来，坐着。盖头衣服整理好，快再磨蹭，咱们都得掉脑袋。陆雪欣被人粗暴扯起来，拍拍打打整理，红盖头一直挡着视线。屋里屋外扑通跪了一地，颤颤巍巍地喊着：拜见摄政王！滚！清冷残忍的嗓音，冷血至极。立马所有陪嫁的人连滚带爬逃了出去。杯热水。是。沉稳的脚步声不慌不忙走向骆雪欣，一步一步如敲击在心口的鼓声，压迫感十足。能动了？我不是丞相府大小姐，摄政王总不能杀一个无辜替嫁的人。一抬头，入眼的男人给骆雪欣极大的冲击。身高至少1.9米，挺拔强健的身体，墨袍绣金蟒，雍容尊贵至极。眼前蒙了一条纯黑色的布，也遮不住她俊美绝色的容貌，但再出众都掩盖不了一个真相：她瞎，一个瞎，一个哑，看不见和说不出。骆雪欣眼前一黑，内心绝望。这是什么天崩开局？我去，他现在就要杀我！好不容易活了，我可不想再死。身世没查清楚，拿我当替死鬼的丞相府没付出代价，我不甘心，不认命！骆雪欣眸光闪烁，紧急思索对策。拼了，赌一把！利剑落下的瞬间，骆雪欣身体滑下床榻，指尖蓄力按穴，
瞬间胸腔一阵剧痛，血腥翻滚冲上喉头，滚烫鲜血喷出，溅了男人半身。来人！王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有刺客？不是。景灵挥剑斩断被拽住的袍角，语气冷冽不悦。雨安，过来看看。丞相府大小姐化的什么妆容啊？这是想吓死王爷吗？幸好王爷看不见。启禀王爷，人晕了，血里有药味，好像被人下了药。难道丞相府想栽赃王爷？景灵眼前罩着黑布，神色冷淡无情。叫方福林过来看看，丞相府所有人和东西就地羁押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得进出。若是吵闹，斩。末将遵命。王爷，您去哪儿？脏了，备水沐浴。这身衣服，待会儿去烧了。外面的吵闹成了哭啼，大门砰的关上。陆雪欣踉跄走到铜镜前，刚看了眼，差点没吓得蹦起来。浓妆艳抹，这妆化的是什么鬼玩意儿？陆雪欣扭头就着茶水擦去脸上妆容，这是我的脸，我的身体，还以为是借尸还魂，结果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起死回生，时空穿越，也只有玉佩能给他答案。可洛雪欣搜遍全身，除了凤冠霞帔，身无一物。她的玉佩、从不离身的珍包、暗器都不见了。该死的丞相府！大胆！我是你们摄政王妃的奶娘，让我进去！没有我伺候，王妃出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大门推开，洛雪欣拔下一根簪子藏在袖子里，转身冷冰冰地看着赵嬷嬷进屋。小贱人，谁准许你卸妆的？你做了什么？摄政王为什么把咱们都关起来了？小贱人，过来给我捶捶腿，跪了好几回，疼死了！快过来！不听话，把你乱棍打死！出门不利，替死鬼没死，这下可怎么交差呀？洛雪欣眼底闪过冷色，弯腰半蹲在赵嬷嬷面前，伸手一握一捏，两条腿从膝盖脱臼，剧痛窜上脑子，惨叫刚到喉咙口，身上被点了2下。我问你答，我逆死，懂？赵嬷嬷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活像是见了鬼一样。解药在夫人手里，我的东西呢？也在夫人手里。别杀我，求求你，让你替家氏夫人和大小姐的主意。赵嬷嬷哆嗦着，两腿颤颤，染开一片黄，臭气扑鼻，竟是吓尿了。解药我可以自己配，但东西，尤其是玉佩，必须拿回来。眼下别无他法，她只能继续当这个丞相府大小姐。这时屋外又传来脚步声，隐约听到有人喊：方大夫请。洛雪欣立马盯着赵嬷嬷，想活听我的。方福林愣了神儿，递出纸笔温柔试探。方福林以为洛雪欣会否认，会狡辩，唯独没想到洛雪欣会配合。我不是洛雪欣，丞相府偷我传家宝，下毒逼我替嫁，只要你们能帮我夺回传家宝，我愿作证指认，听从摄政王安排。我这些一点弯弯绕绕迂回都没有，圣上赐婚，替嫁是欺君之罪，他就不怕吗？洛雪欣看了方福林一眼，好似知道他想什么，继续提笔写道：我无辜受害，成了哑巴，摄政王不会为难我一个可怜的弱女子吧？姑娘放心，只要你是无辜的，王爷自会为你讨回公道。王爷明辨是非，只杀该杀之人。洛雪欣连连点头。不知姑娘姓甚名谁，哪里人士？握笔的手指左右磨蹭1秒，洛雪欣方才提笔写道：雪静，跟着乡野游医学医，居无定所。没想到还是个学医的。方某会如实禀告王爷，雪静姑娘好好休息，明日回门，还需你配合。洛雪欣再次点点头，表情乖巧温顺。哦，方某前日遗落了一个珍包，雪静姑娘可有看见？洛雪欣迷茫无辜地摇了摇头。啊，那或许是落在别处了。西院外，方福林背着药箱，恭敬地站在景林身后，一字不落地复述。
景林全程都听见了，唯独不知洛雪心写了什么。你信啊？王爷，她一个弱女子翻不了天。且再看看她明日的表现。翌日3朝回门，奴婢素月前来伺候王妃更衣回门。洛雪心点了点头。起死回生，穿越古代，玉佩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定要拿回玉佩，玉佩对我太重要了。摄政王府的马车一路吸引了所有瞩目，尤其是看见马车往丞相府方向去的。呵，3朝回门，摄政王当女婿都没来呀，可见这第一美人也不受宠。摄政王看不见，再美也是给瞎子看，没用。哎，你们说王妃回门这么孤零零的，该不会摄政王连洞房都没做吧？丞相和丞相夫人听见了，不仅不怒，反而心底松了口气。恭迎王妃！丞相看都不看洛雪心一眼，更不屑边上的丫鬟素月。夫人，你们母女好好叙旧。哎呀，心儿啊，母亲好想你呀，我们快进府，母亲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丞相夫人立马上前，手劲儿极大，一把抓住洛雪心，眼含警告恐吓。洛雪心没有挣扎，顺着力道进入丞相府。妹妹，你在摄政王府过得可好？丞相府大公子洛锦成走过来，色迷迷地盯着洛雪心，伸手就想摸她的脸。成儿，丞相夫人压低声音怒斥，使眼色说还有外人。门内早就等候的3个嬷嬷绑粗腰圆，虎视眈眈围过来。小贱人，你怎么没死？说，你嫁进摄政王府做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赵嬷嬷人呢？洛雪心指了指自己的嗓子，她哑了，回答不了。嗓子没了，还有手，去纸笔来。夫人，她不认字儿。丞相夫人差点气晕过去，去把解药取来。洛雪心垂下头，谁也没看到她眼底的冷幽，红唇浮现出一抹冰冷笑意。赶紧喝！洛雪心表面胆怯温顺地接过药瓶，拔开塞子嗅了嗅，眼底掠过明了。他仰头一口喝了解药。快说，敢有一个字骗了本夫人，割了你的舌头！我洛雪心试了试，声音沙哑难听，说话还是疼。小贱人，我没见到摄政王。丞相夫人愣了愣，直勾勾瞪着洛雪心追问。当真？3天都没有见到摄政王，还发生了什么事？赵嬷嬷为什么没回来？没见到，我一直被关在西院，今天再出来，赵嬷嬷还被关着。丞相夫人惊疑不定起来。有一位叫方福林的大夫为我看过病。丞相夫人惊吓后退，踉跄撞歪了椅子。洛雪心静静欣赏了一会儿丞相夫人的狼狈惊恐，方才勾唇开口。赵嬷嬷说我是出嫁前偶感风寒，喝错了药，方大夫信了。丞相夫人顿时松口气，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。夫人，我的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丞相夫人浑不在意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脸色微微变化，重新审视打量起洛雪心。这是一枚很好用的棋子。丞相夫人顿时心思活跃起来。好孩子，先前我太着急，说错话，你别生气。当初要不是我救你，你早就喂了山里的狼。救命之恩，我也不要你涌泉相报，你就帮帮心儿，继续做这个王妃，好吗？我的东西呢？你这个孩子，当摄政王妃锦衣玉食，荣华富贵，要什么没有？你若真要你的旧玩意儿，那就听话。哼，我看起来就这么好欺负？我拒绝。你敢？我回去，方大夫会为我把脉。夫人猜猜，方大夫看到我身上的伤会怎么做？小贱人，你替嫁欺君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不听话就得死。洛雪心耸了耸肩，语气戏谑。无所谓，捅出去我死，丞相府满门也得陪葬。你！丞相夫人恨得牙齿都要咬碎了。小贱人，你以为你能威胁得了本夫人？不知死活！去，叫大公子进来，好好教训他。大门一关，骆锦成转过身，双眼直勾勾盯着洛雪心打量，笑得极其猥琐浪荡。好
妹妹，摄政王还没碰过你，对吗？你只要听话，今后为丞相府效命，本公子会好好疼爱你，带你享受人间极乐。不听话，本公子有很多玩具和花样，只怕你受不住。猥琐变态，好恶心！骆雪心怒火中烧，只见银针正欲弹射出去，外头大老远的传来一声喊：摄政王到！小贱人，不许胡说八道，你没有见过，懂不懂？警告完了，骆锦成扭头爬窗，吓得连大门都不敢走。骆雪心冷冷盯着，弹指银针飞出。你就是星儿，乖乖配合听话，敢胡说八道你会死得很难看，摄政王也救不了你。奉茶，心儿还不快行礼？王爷。沙哑难听的嗓音一出，所有人都变了变脸色。王妃，回门的感觉如何？还行吧。丞相夫妇脸都绿了。你能说话了？骆雪心淡定的点点头，再看丞相夫妇，吓得都快晕过去了。骆雪心不仅不怕，还心生一计。王爷事务繁忙，不敢耽搁，等我取回旧物，这就随王爷回摄政王府。胡闹！丞相急了，虽然不知道景林为什么又来丞相府了，但不能就这么让人走了，传出去世人不知道怎么笑话。今日府中已经备好回门宴，恳请摄政王赏脸，留下来小酌几杯。不必了，本王是来接王妃的。景林语气冰冷无情，面朝骆雪心继续说道：旧物取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骆雪心似笑非笑地盯着丞相夫人，丞相夫人只好绷着僵硬的笑脸，使唤自己身边的王嬷嬷去取东西，接着继续陪笑，和丞相你一句我一句，试图和景林搭话。结果景林理都不理，当两人是空气。好霸道，好冷酷，只要玉佩能拿回来，便抵消了景林拔剑指着我的事儿。等报仇解决丞相府后，若是他能不计较替价，放我离开。骆雪心多看了一眼景林眼前蒙着的布，脑海中闪掠过无数治疗眼疾的经验和资料。王妃，您的旧物都在这儿了。骆雪心打开一看，针包暗器尚在，玉佩是一块翠色冰种雕凤玉，价值昂贵不菲，但不是他的那块。这不是我的那块玉。星儿，你再看看，这块玉可比你那块破玉贵100倍，不要得寸进尺。我只要我原来的那块玉。丞相夫人眼睛都快把骆雪心给瞪穿了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你已嫁给摄政王做王妃，要懂事儿，不要耍小性子。一块玉佩罢了，偌大的丞相府舍不得给。丞相夫人不敢搪塞景林，扯了扯嘴角解释：启禀摄政王，不是臣妇不给，而是那块玉佩丢了。在哪儿丢的？什么时候丢的？谁弄丢的？夫人不会不知道吧？丞相夫人额头手心都是冷汗，死死瞪向王嬷嬷。奴婢罪该万死，前天晚上收拾王妃的闺房，一不小心弄丢了，好像是落在了花园。雨安，末将遵命。来人，搜查花园，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找到王妃玉佩。摄政王府众府卫一拥而出，丞相府不敢拦，也拦不住。眼看着花园被掀翻，花倒土翻，动静极大。丞相夫妇身体发抖，又气又怕，说不出话来。放心，会找到的。骆雪心无声吸气，愣愣看着景林，好像听到了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。王爷，花园没有，多半是落在了别处。继续搜，找到为止。摄政王，丞相脸色铁青，颤抖张嘴。臣向摄政王保证，定会找到玉佩，完好无损地送去摄政王府。恳请摄政王收兵，不能再搜下去了。再搜，整个丞相府都要被掀翻了。王妃意下如何？丞相闻声直勾勾盯着骆雪心。玉佩不能有一点损失，我在摄政王府等丞相好消息。好，恭送摄政王和王妃。
景林没动。弄丢玉佩者，杖20。末将领命。饶命啊！夫人救！林雨安打了个手势，摄政王府府卫立即冲入屋内，捂着王嬷嬷嘴巴拖了下去。眼看景林当着他的面处置丞相府的人，啪啪打脸，丞相憋得脸色铁青，送祖宗一样，连忙送走景林和骆雪心一行人。夫人，你是怎么办事的？叫一个替死鬼骑到本相头上，他不是毒哑了吗？还有玉佩又是怎么回事？丞相夫人哭丧着脸，捂着心口喊叫：我哪知道摄政王会为那个贱人出头，本来打算让成儿好好教训一顿，再给他毒哑，谁知道摄政王来得这么快。至于玉佩，丞相夫人表情精彩起来，又怄又无奈。玉佩让星儿拿走了。什么？他拿玉佩做什么？胡闹！丞相气得拍桌，连忙喊来管家，迅速去骆雪心藏身的郊区别院取回玉佩。幸好摄政王还不知道他是个替嫁的冒牌货。丞相夫人表情变来变去，没吭声。成儿人呢？丞相夫人摇摇头，叫人去问，才知骆锦成翻窗摔了，躺在床上等大夫来看。骆锦成可是丞相夫妇的宝贝疙瘩，赶忙去看望。此时他们尚且不知，骆锦成的子孙根被废了，不是太监却胜似太监。一道黑影趁乱鬼魅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丞相府。马车内，素月跪坐在一旁，张嘴轮流发出数人声音，活灵活现，如亲临现场。全因素月是个听力怪才，且上口技，这也是他被安排到骆雪心身边的原因。文竹，去打断骆景成2条腿。遵命。黑衣男人文竹抱拳行礼，转身跳下马车，眨眼消失在人群里，不见了踪影。素月低头安静。谁让骆景成觊觎王妃，活该。素月，你对他什么印象？素月心中一凛，仔细斟酌后开口：模样极美，一双眼睛最为漂亮，冷静聪明，不畏权势，不像是王爷的敌人。前有方福林，后有素月，都在夸我。雪静。景林心底琢磨这个名字，直觉是个假名，糊弄人的。美貌，我已经想了，再美也不过是有鼻子有眼的人，是个人。但他也不得不认可，这位替嫁王妃的确聪明冷静，不怕丞相，也不怕他，还会利用他来打压丞相，索要玉佩。思索良久，景林开口：让他过来。是。离开丞相府时有2辆马车，走时景林和骆雪心分开，各坐各的。骆雪心本来挺满意的，但没想到林雨安挤了进来，就坐在他对面。哎，方哥说你叫雪静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8。又一个比我大的。林雨安嘟嘟囔囔，撇了撇嘴，又问：喂，你嗓子能好吗？你长这么好看，要是嗓子好不了，多可惜啊！光有银针不够，还得有药，得想办法弄到草药。方哥是神医的徒弟，回去让他给你看看，肯定能治好。谢谢。马车突然停下，素月掀开帘子，笑意浅浅地说道：王妃，王爷召见。骆雪心眸光闪了闪，淡定的点点头，跟着素月去了前面的一辆马车。不愧是摄政王，真有钱，好会享受啊！木了。坐。景林感官异常敏锐，总能精准捕捉到骆雪心的方向，伸手推过来一杯泛着香甜气息的温水。蜂蜜水，是有意还是无意？这是他们第2次独处。第1次他拔剑，他苟住装死；第2次，他会说什么，做什么？骆雪心拿捏不准景林要做什么。3月初6，丞相夫人从西佛寺归来，半道救下一名女子。3月初9，丞相府嫁女。骆雪心心神一凛，听景林继续说：你替丞相府大小姐骆雪心嫁入摄政王府，欺君之罪。丞相府没那个胆子，他们是算准你活不过当夜，人入关，土一埋，世人只当骆雪心被本王折磨致死，真正的骆雪心从此自由安全，而你至死无人得知。景林的话很冷，骆雪心眼神同样冰冷，会一直陷入昏迷。醒来时已经上了洗脚，动不了，说不出，没得选择。景林点点头。你吐血倒下去，是故意为之。骆雪心猛地盯着景林，明明眼睛蒙着布是个瞎子，骆雪心却有种被看穿的感觉，一时说不出话。算计本王的人无一善终，丞相府不会例外。至于你，我可以指认丞相府所作所为。用不着。景林轻描淡写的说完这句话，便不再开口。骆雪心有点看不懂他，不需要我指认作证就不处置我，这位大号国摄政王究竟想做什么？袖里指尖夹着的银针随着心情变化慢慢转动。骆雪心注意到马车外渐渐安静下来，抬手扶开窗帘往外看，不知什么时候出了皇城。
这是去哪儿？带你去个地方，看看风景。骆雪欣满心问号。1个多时辰后，马车停下，景林不动，骆雪欣也不好下马车。骆雪欣带着满头的问号，推开窗往外看了看，只见不远处山脚下有一座别院，华贵大气，不像寻常人家。下一秒，别院里冒起白烟，很快变成黑烟滚滚，烈火熊熊，隔着距离都能听见别院里慌乱救火的喊声。火是你们放的？有麒麟卫盯着，出不了人命。先吓一下丞相府，收点利息。骆雪欣笑得更开心，忍不住竖起大拇指，干得漂亮！完事才想起景林看不见，悻然收手，继续回头愉悦地欣赏远处的风景。骆雪欣没看见景林嘴角一瞬即逝的浅笑，这火是计算好的，没法救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烧光烧秃，人也的确没事儿，除了骆雪欣烧伤了半边胳膊，疼得哭爹喊娘。丞相夫妇刚为骆景成焦头烂额，扭头又要为骆雪欣奔走，吓得肝胆俱裂。马车回城，雪郡姑娘对大浩国了解多少？很少，人都认不全。可知世家之乱？骆雪欣顿了顿，他听赵嬷嬷说过，这是陈第1年发生的大事，和大浩国息息相关，也与景林有关，但起源却要再往前推一推。听闻了一些，王爷为什么问我这个？司马一族满门抄斩，柳氏放逐，宋氏安分守己，但世家传承300年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。本王需要一个可以打入世家的汉子。王爷说的不会是我吧？当今太后和丞相夫人皆出身宋氏，本王知道你是假的骆雪欣，但世人不知。本王不戳破，丞相府不敢背弃君之罪，权贵名门也不敢揭穿。景林的声音很好听，放慢了语气，恍惚叫人觉得有些温柔，有点刺激。丞相府毒害你，利用你，雪郡姑娘难道不想报仇吗？骆雪欣眼睛闪了闪，直勾勾盯着景林问：报仇是肯定要报的，但我为王爷做事有什么好处？你可以提3个条件，不违背伦理纲常，不作恶犯奸，本王都可以满足。第一，我既然是王妃，我要有王妃的权利和自由。第二，必须拿回我的玉佩。好。第三，骆雪欣想了想，留了条后路。第三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好。骆雪欣笑容明晃晃的，伸出手说：成交。景林看不见，但能感知到他的动作，微微偏头表达困惑。骆雪欣笑了笑，主动握住景林的手晃3晃，这是交易达成，合作愉快的意思。景林低下头，隔着蒙眼部，好似盯着2个人相握的手。景林语气沉沉冷冽：你跟谁都这么握手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男女授受不亲。骆雪欣惊得瞪圆了眼睛，握个手都能授受不亲？后知后觉，这里是古代，男女大房规矩多得很。骆雪欣撇了撇嘴，心底嘲了声：古板。明面上顺着景林：以后注意。既是王妃，一言一行要注意形象，苏月会教你。哦。听出骆雪欣的不悦，景林皱了皱眉头，继续说道：有什么需求，吩咐苏月去办。你是王府的第2个主子，应有的权益都会有。骆雪欣露出笑容，语气真诚了2分。好的。马车回到摄政王府，景林先下车，领着凌雨安一边走进王府，一边吩咐着什么。素月微笑恭候：王妃请。一去一回，去的时候被监视看管，回来的时候自由解放，谁也想不到回趟门能发生这么多事儿。骆雪欣适应良好，她从必死局里脱身，和景林合作，前景局势一片向好。骆雪欣特地让素月领路，在摄政王府里转转。回到西院，府尉来禀告：赵嬷嬷等人一直在柴房叫喊，问怎么处置。素月静静看向骆雪欣，骆雪欣想了想，开口：我只需要赵嬷嬷一个人，其他的素月你问问王爷，随便他处置。素月领命。对了，素月，西园这么多间屋子，我都可以做主安排吧？素月点点头。骆雪欣眼睛亮了亮，立马伸手点出2间屋子。我要把它们改成草药房，各种草药能搜罗到的都来一份，还有工具，等会儿我给你写一张清单。素月迟疑了2秒，方才开口：王妃，您说的这些东西，方大夫的小西楼都有。小西楼不逊色宫中御医馆，王府已有一座小西楼，您是王妃都可以取用，不必再建一间草药房。骆雪欣想起方福林，立马追问：小西楼在哪？从这儿走，1炷香路程。素月带路。骆雪欣迫不及待：公鸭嗓又痛又难听，其他的都放一放，先配药治治嗓子。刚进院，先看见院中晾晒的10几个药筐架子。骆雪欣走到近前打量着一筐，每一个药筐里都装着不同的草药，
种种品质上乘，不见瑕疵次品。骆雪欣看得津津有味，忽然听素月恭敬唤了声方大夫。骆雪欣这才抬头对上方福林诧异的眼神。王妃这是？我来取草药。王爷有令，今后王妃便是王府的第2个主子。素月接着开口，解了方福林的困惑，也宣告了骆雪欣的权利。方福林掩去眼底诧异，点了点头。王妃请便。骆雪欣不需旁人帮忙，自己走过去，挨个抓药、称重、打包，动作流畅熟稔。方福林静静瞧着，眼神略有深意。这是治嗓子的，他有几分本事？今后同在摄政王府，有的是时间机会探讨。骆雪欣不只拿了治嗓子的，还挑了其他草药。方福林全程安静旁观，等他拿完了才问：王妃需要方某煎好送到西院吗？谢谢，不用。拿完药，骆雪欣返回西院。方福林悄无声息换了身衣裳，前往东院，随即走进书房。方福林先行礼，然后说了骆雪欣取药的事。景林手中把玩一件玉佩，淡淡点头。他是本王打入世家的探子，王妃的身份也能帮本王解决很多的麻烦。这么说，王爷相信雪欣姑娘了？景林动作微顿，摇了摇头。连雪静这个名字都是假的，这位替嫁王妃身上的秘密多得数不清。麒麟卫只查到丞相夫人救他，其他的查无此人。他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人。玉佩既是他的传家宝，便从玉佩下手，看看能否查到点东西。你们瞧瞧，有见过、听说过的吗？福林和凌雨安凑上前看，玉佩看起来古朴不值钱，是个陌生的图腾样式。两人都摇了摇头，心底也很是震惊错愕。麒麟卫是景林一手创建的组织，在边疆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。麒麟卫的情报机构能查敌国皇帝昨夜穿的什么裤衩，居然查不到骆雪欣丁点的行踪。这骆雪欣不简单呐。王爷，他看起来很宝贝这块玉佩，既然拿回来，要不要还给他？暂时不。为什么？还他玉佩，他不是会更忠心吗？景林又拿起玉佩把玩，他不好开口，他有种直觉，给了骆雪欣玉佩，他肯定扭头就跑了。丞相府，丞相夫人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又是胆战心惊，又是心疼流泪，围着骆锦成和骆雪欣兄妹俩团团转。星儿，是不是你拿那替嫁小贱人的玉佩了？骆雪欣点点头。丞相夫人更气恼了，星儿，拿他玉佩做什么呀？差点害了娘和你爹。玉佩呢？快拿来。一个破玉佩，为什么不能拿？我都这么疼了，娘还骂我。骆雪欣又哭嚎起来，丞相夫人赶忙安抚，又叫丫鬟去找玉佩。谁也没瞧见一道黑影从梁上飞出窗，消失不见踪影。丞相夫人见到玉佩，方才长松一口气。娘，我今这块玉佩花样特别才拿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丞相夫人表情难堪，将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通。骆雪欣听呆了，她一直躲在别院，不知外面状况。他为什么没死？不是说摄政王酷爱折磨女人吗？娘，你和爹爹快弄死他，不能让他顶着我的名头享福作乐。骆雪欣脸孔扭曲，妒忌怨毒至极。丞相夫人狠狠咬牙，娘比你更想弄死他，但现在有摄政王撑腰，谁也动不了他。玉佩有了，过几日琼花宴，骗他出摄政王府，这回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骆雪欣连连点头，眼神怨毒。一个替嫁死的小贱人，不许风光潇洒，必须过得很惨，越惨越好。西院减药煎药，昨日一碗，今早一碗，2碗药下肚，再针灸治疗。骆雪欣嗓子还是沙哑难听，但好歹是不疼了，痊愈在望。王妃，素月喊了声，骆雪欣这才发现自己想得入了神儿，已经过了西院门口。骆雪欣对素月笑笑，扭头走回去。一进西院，骆雪欣抬头看见一个漂亮小公子抓着他的药丸正往嘴里塞。住口，别吃，有毒。漂亮小公子扭头看他，一脸天真无邪，又往嘴里塞了一颗。你是傻子吗？说了有毒不能吃。王妃，素月，你拦我干什么？必须马上让他吐出来，虽然不死人，但也有他好受的。王妃，他是……不必，让他吃。素月和景林的声音同时响起。景林从西院外走来，素月急忙转身行礼。景林站在骆雪欣面前3步远。名臣百毒不侵，没事的。漂亮小公子点头如捣蒜，就冲骆雪欣笑得天真无邪。姐姐的药丸子好香，甜甜的，好吃。骆雪欣默了，他眼神深幽锐利，上上下下盯着李明臣打量审视。百毒不侵，真的？我小时候吃虫子，大点吃各种药，有次差点死掉，是义兄救了我。这什么倒霉人生啊！等等，骆雪欣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
景陵喊他名臣，当今圣上臣弟的大名就是李明臣，能喊摄政王义兄，除了李明臣不会有第二人。好家伙！洛雪心眼睛闪了闪，假装没认出来，他可不想行古人的三跪九拜大礼。就算百毒不侵，也不能乱吃。你来西院做什么？我来瞧瞧义兄的新媳妇儿。李明臣歪着脑袋，好奇困惑地看着洛雪心。姐姐好漂亮，但怎么跟我印象里长得不一样？面对李明臣的困惑，洛雪心下意识冲景林使眼色，可惜瞎子看不见。洛雪心只能轻轻咳嗽了一声提醒。景林不动声色，从容淡定地问李明臣：哪里不一样？这个姐姐更漂亮，眼角有泪痣，我可以摸摸吗？李明臣说着，不等洛雪心回答，直接踮起脚尖伸手要摸，结果半道被景林提着衣领子转到了他面前。景林声音冷沉金贵：不可以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义兄吃醋了。胡言乱语。景林松开他，又抬手拍了拍李明臣的脑袋：私下出宫，不许再有下次，自己回宫处理奏章。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痛，走不动道了。谁知李明臣惨叫一声，一屁股躺了下去，滚了圈抱住洛雪心的小腿，脸色煞白，哼哼唧唧：漂亮姐姐，你跟义兄说说，我得躺躺，回不去了。洛雪心。景林深呼吸：起来，一国之君成何体统？起不来，正浑身都疼。哎，用过午膳，立马滚。好的，谢谢义兄收留。李明臣分分钟变脸，从洛雪心身后探出一张笑开花的脸。见此，洛雪心凝重沉思：我会不会被灭口啊？好在没事儿，洛雪心还跟着景林、李明臣一块用午膳，色香味俱全的满汉全席，吃得洛雪心肚子满足，身心舒坦。不过洛雪心发现李明臣吃东西百无禁忌，辣椒、花椒、姜也在吃，怪哉。洛雪心眸光悠悠，李明臣似乎没有味觉。这位年幼的臣弟实在是让人超出想象，有些病娇，与众不同。李明臣和景林的关系也不一般，如沐粘人的不像义兄义弟，更像父子。饭后凌雨安进来禀告：启禀王爷，丞相府送了张帖子给王妃。景林微微点头，凌雨安这才将帖子送到洛雪心手中。洛雪心打开瞧时，凌雨安毕恭毕敬地向景林禀告：王爷，是邀请王妃3日后赴琼花宴。琼花宴今年由邻国公夫人负责，在北陵山中举办，只要1众女眷。丞相夫人还有一句话带给王妃，说玉佩找到了。洛雪心啪地合上帖子，眼神冷幽，语气肃杀：我去。景林转了转玄铁扳指：放心去，本王做你的后盾。琼花宴，鱼饵该咬钩了。转眼3日后，洛雪心和景林合作后再次出门，给足了牌面。文竹率10余位摄政王府卫骑马护送，马车也换了一辆，外面奢华贵气，内里五脏俱全，舒适又享受。不管丞相夫人玩什么花样，玉佩必须拿回来。北林山庄在郊外，快到的时候，马车突然停下，外面传来一阵说话声：姐姐好。洛雪心震惊，难以置信，见鬼似的盯着面前这个漂亮小姑娘。马车里还有个素月，同样惊呆了，艰难晦涩的张张嘴。嘘。李明臣以扇遮面，鬼机灵的摇摇头：换我锦绣小姐，可别再叫错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我想看热闹啊，不是，怎么把真心话说出来了？李明臣摇头晃脑，咧嘴重新说：哼，那些坏女人肯定会欺负姐姐，我来帮姐姐呀。姐姐放心，我对付女人有一套。义兄说过，天下最毒的女人都在宫里。李明臣拍拍胸口，不知道塞的是什么，被拍得扁了一点，又慢慢胀回来。洛雪心看得嘴角抽搐，遇到这么个病娇不走寻常路的小皇帝，景林这个摄政王是真的不容易。北林山庄到了，阳春3月，百花齐放。进到前院，一众达官显贵的女眷们簇拥赏花，嬉笑打趣。这是谁啊？顿时安静下来，女眷们好奇地瞧着洛雪心，神色困惑。丞相夫人心底咬着牙，脸上端着激动的笑容，主动迎上前：心儿，你可算来了，娘等你许久。洛雪心，洛雪心。人群里顿时一阵低声哗然。许久不见雪心，出落的是越发漂亮了。又一名衣着华贵端庄、姿态优雅的妇人随后走来，笑盈盈地看着洛雪心。丞相夫人冲洛雪心使了个眼色：心儿还不见过邻国公夫人。洛雪心懂了，她没死，景林也没有揭穿她，丞相夫人只得给她铺路，坐实洛雪心这个假身份，但不代表她就会乖乖听话。国公夫人年纪大了，
便不用行礼。林国公夫人身体一僵，黑了脸。丞相夫人震惊的瞪大眼，死死地瞪着洛雪心。你怎么敢？林国公同一品，我姐姐是摄政王妃，正一品，你们不会不懂规矩吧？百合花灵扇下露出李明晨一双桃花眼，语气明晃晃的鄙夷。人群议论纷纷，林国公夫人脸色愈发难看。看在宋家和丞相份上，我帮丞相夫人一把，已是仁至义尽。一个冒牌货，怎么敢让我行礼？真当自己是摄政王妃了？林国公夫人先瞪了丞相夫人一眼，再瞪着洛雪星和李明晨，语气生硬不善地转移话题。这位小姑娘是赴宴皆名门闺秀，她是谁？星儿，你怎能随意让人叫你姐姐？琼花宴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参加的。洛雪星看乐了。要不是病娇小皇帝穿了女装，真想让小皇帝露脸给他们看看，定吓得魂飞魄散。脸嘛是不能轻易露的，不过洛雪星和李明晨对视一眼，嫣然一笑，语气愉悦。她呀，是王爷的妹妹，姓景，名秀。摄政王是我哥哥。没听说过，摄政王还有什么妹妹？林国公夫人脸色大变，声音有点抖。丞相夫人更惊恐，连连瞪洛雪心。星儿，你开玩笑的吧？没有哦。李明晨眼珠子一转，往洛雪心身上靠了靠，嗓子娇滴滴地说道：哥哥天天公务繁忙，不像我只会疼姐姐，我要保护姐姐。今儿谁欺负我姐姐，回去一定向哥哥告状。哼，你们都不向姐姐行礼，是不是欺负姐姐？林国公夫人心底惊慌，顾不得其他，急忙低头行礼。臣妇拜见摄政王妃。见林国公夫人都行礼了，众女眷也连忙行礼，拜见摄政王妃。李明晨还瞪着丞相夫人，丞相夫人脸色坚硬难堪，只得跟着向洛雪心行礼，硬生生矮了一个头。不用多礼，大家都起来吧。洛雪心嗓音沙哑含笑，偏过头冲李明晨眨了眨眼。干得漂亮！李明晨笑得眼睛都弯弯的，要是有尾巴，肯定摇成了拨浪鼓。经这一趟，在场的不管是谁都不敢再质疑洛雪心的身份，管他像不像是不是。丞相夫人这个当娘的，还有林国公夫人都行礼了。摄政王不仅认可，还派了妹妹保护，谁敢质疑，嫌命太长嘛。也因此举，琼花宴的气氛一时僵硬尴尬，谁也不敢大声说话。还是洛雪心主动打破，冷冷笑看着丞相夫人：本王妃想和夫人单独聊聊。好，王妃这边请。锦绣，你自己赏花玩玩好吗？有什么悄悄话是我不能听的吗？锦绣，拜托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洛雪心的声音还是沙哑不好听，但她一双眼睛漂亮温柔，像是暖春的阳光，暖得李明晨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。短短几日，摄政王没杀你，还派人保护你，想必你床上功夫定是很厉害。不如丞相夫人你。丞相夫人涨红了脸，脸孔扭曲，瞪着骂了句：不知羞耻。洛雪心当即翻了个白眼，没空浪费时间，她冷冷问道：我的玉佩呢？想要玉佩，你乖乖把这个药丸吃了就给你。丞相夫人从袖子里取出个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放了一颗褐色药丸，一股刺鼻的味道。洛雪深眼神冷暗，这是什么？保证你乖乖听话，不会背叛的药。丞相夫人死死瞪着洛雪心，你白占了星儿的身份，当上摄政王妃，怎能不付出代价？捅出去欺君之罪诛九族都得死，不如乖乖听话，为我们办事儿。这样你可以拿回玉佩，继续享受摄政王妃的荣华富贵，我们也会庇护你，不让摄政王察觉你是个冒牌货。洛雪心闻言心底动了杀意，但想起出府前景林对他说的话，他冷着脸接过药丸，给我玉佩我就吃。丞相夫人一脸狐疑，洛雪心笑意冷冷讥讽：你外面那么多人守着，我就一个人，还怕我跑了？哼，不要玩花样。丞相夫人取出玉佩，洛雪心急切拿过玉佩，玉质古朴，图腾别致特殊。她摸了摸，一模一样的手感，又看玉内部有一道细微的裂缝，像是被磕裂的，是她的玉佩没有错。可不知为什么到手后却觉得有些奇怪，一点激动的心情都没有。快吃，外面都是本夫人的人，摄政王的妹妹也救不了你。洛雪心冷冷看着丞相夫人，目光对视，丞相夫人惊得背后出了冷汗。好冷，好可怕的眼神。接着看洛雪心收起玉佩，乖乖拿起药丸放入口中，喉咙吞咽。丞相夫人恍惚回神，松了口气。从今日起，摄政王府一举一动都要禀告，每逢初3、15，
北环街罗记糕点铺子来见本夫人。乖乖听话，每逢15，本夫人会给你一次解药。不听话，毒药发作起来，钻心剜骨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连续发作3次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想到洛雪心吃了毒药受他控制，丞相夫人越发有底气，也越发凶神恶煞，威胁恐吓。好好记住了，摄政王对叛徒探子心狠手辣，落在他手里死无全尸。听我们的，你才能活命，放赵嬷嬷自由出府。今后有特殊任务，本夫人会让赵嬷嬷通知你，记住了吗？丞相夫人又瞪了一眼，别忘了你是丞相府的大小姐，出门在外不要丢人现眼，坏了星儿的名声。训斥完，丞相夫人转身要走，洛雪心伸出脚，哎呀！丞相夫人即将摔下去时，洛雪心又一手拉住她，一手飞快在她腰后抹了无色无味的药膏。慢走，我要出宫，便不和你一起回去了。丞相夫人咬牙切齿，怨毒憎恨地瞪了洛雪心好几眼，才不甘心地带着人离开。洛雪心吃了毒药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折磨她。丞相夫人不知，在她走远看不见后，洛雪心抬手，掌心里赫然是刚刚吃的毒药。她没吃，假动作骗丞相夫人罢了。收了毒药，又看了看玉佩，心底古怪的感觉还在，但一时半会儿又说不清楚哪儿有问题。怪在眸光闪闪，想起李明晨还在前面等他，洛雪心只得暂时放下，回去慢慢研究。若有问题，丞相夫人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锦绣，我回来了。姐姐！李明晨转身抬头，眼睛亮晶晶，围着洛雪心转了一圈。姐姐没事吧？有人欺负姐姐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为姐姐做主。谢谢锦绣，我没事。丞相夫人和林国公夫人窃窃私语交谈后，林国公夫人起身唤来所有女眷说道：琼花宴少不了曲水流觞，曲水流觞已经备好，诸位小姐们请入座。下一秒，林国公夫人笑容和蔼看着洛雪心，久闻王妃出闺阁前是玩曲水流觞的高手，还请王妃赏脸。洛雪心心下疑惑，素月及时上前低声解释：曲水流觞玩法近似于击鼓传花，选中者需吟诗作对，抚琴作画，表演一场才艺。姐姐会吗？我堂堂华夏小医仙，就此扶伤无数，赌鼓也玩得溜，吹笛玉蛇蝎，提笔画百草，还能画画裸男穴位图，这算才艺吗？不过明摆着林国公夫人没安好心，想报复，让我出丑丢人。洛雪心眯眼看了看丞相夫人身边飞来的2只蜜蜂，算算时间，勾唇点头。好啊，报身份，洛雪心的位置在林国公夫人和丞相夫人身边，但他们落座后一看，洛雪心带着李明晨坐在最角落，果然是下贱的贱民，飞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。丞相夫人缩了缩，神色难看，边上的嬷嬷丫鬟赶忙驱赶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蜜蜂好像越来越多了。林国公夫人坐得近，有点嫌弃不悦，问道：丞相夫人，你是不是抹什么香膏了？没有啊。丞相夫人低头闻闻，身上什么味儿都没有，只当是百花齐放，院子里花香惹来的。正说着话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围着丞相夫人打转的时候，也将左右两边的女眷卷了进去，全都慌张躲避驱赶，根本没空开始游戏。林国公夫人怒道：快把这些虫子打死！不打还好，一打蜜蜂炸了窝，竖起屁股上的毒针狠狠扎下来。疼死了，救命啊！好呀！直接乱了套，嗡嗡声下，尖叫惨叫不断。曲水流觞桌另一头，洛雪心好整以暇，出了颗葡萄送入口中，红唇弯弯笑着：锦绣，咱们有热闹看了。不少人被蜜蜂扎了，哭嚎叫喊，好不热闹。林国公夫人半张脸都是肿的，丞相夫人更凄惨，眼睛肿成一条线，脸如猪头，疼晕了，被抬了下去。洛雪心看够了热闹，锦绣，我们回去吧。好，好精彩，热闹，好玩。李明晨拍拍手，桃花眼滴溜打转，扭头问：姐姐，是你做的吗？洛雪心勾了勾嘴角，知道他们是咎由自取。上了马车回皇都的路上，洛雪心想起一件事，问李明晨：你来琼花宴，王爷知道吗？看他心虚的模样，洛雪心懂了，这是偷偷换了女装跑出来的。小皇帝是真的野，不过对我的维护也是真心的。谢谢你今天陪我赴宴。哼，不客气，果然义兄娶了媳妇就是好，有姐姐在，好玩多了。说到这个，洛雪心好奇反问：你为什么要赐婚？因为国师说义兄娶了洛雪心，眼睛便能好。李明晨眼巴巴望着洛雪心：
姐姐，你会做药丸子，会下毒引来蜜蜂，你能不能治好义兄的眼睛？治好了，朕什么都答应你。落雪星红唇弯了弯，我还没检查过，看了才知道。李宁晨顿时激动，嘟囔着回到摄政王府，便让洛雪星给景灵看一看眼睛。就在这时，洛雪星突然心生毛骨悚然的感觉，下意识扑倒李明晨，身边素月惊呼一声。与此同时，苏的破空身后，铁剑直直射进来，定在马车上。有刺客！外面传来惊马声和叫喊声。皇妃和小主子！寒风乍起，整齐有序的脚步声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，刀剑劈砍撞击，喊杀声、痛叫声嘈杂成一片。王妃和小主子就在马车里，奴婢出去看看。素月说完，掀开帘子出去，喊了夏玉和东兰护在马车左右。很快，摄政王府卫和影卫落下风。素月立马撤回，拽住缰绳喊道：“王妃和小主子坐稳了，我们得突围杀出去。”